大家好，这里是聊聊吧。你要看到水上花的叶子哈，那这个是原本的水草缸，因为上个月左右都在上课哈，上个月连2个月都在上课，根本没有时间可以理它们哈。好，目前准备要重新整理它们了。你可以看到它的叶子完全变成水上花的叶子，有没有感觉很特别哈？之前在水中的时候的叶子跟现在的叶子完全不一样哈，完全不一样。完全是不同的两回事哈。那这个呢，你可以看到这个是日本珍珠草的水上叶哈，你可以看它水上叶跟水下叶也长得不一样哈。其实呢，这些的植物都是原本长在湖啊或者是河的旁边的哈，它会挺起水面哈。当挺起水面的时候，它的叶子就会长得跟水下完全不一样哈。基本上呢，我们在外面水族馆买到的水碗买到的水草呢，很多都是水上叶的形态所成立的哈。那你现在看起来，它就比较像一个沼泽缸一样，因为它水只剩下一点点哈，一半左右，然后呢，剩下都是挺到陆地上来的哈。那挺到陆地上来的时候，其实它成长速度快很多，快很多，而且呢，比较容易适应外在的环境。然后其实这个如果剪下来，直接插在盆栽里头哈，然后积水的盆栽，它就可以长起来了哦，就可以长起来，它就可以这样子继续活着哈。那速度也快很多，它成长速度会比正常在水中的速度快非常的多哈。那也是因为这个好处的关系哈，这个优点的关系，很多在种水草的时候，他们会提供水上叶让水草店去做购买哈，因为成长速度比较快，比较耐环境哈，不会因为过热或是其他环境的因素哈，像我们那个迷你珍珠草对不对哈，在水中叶的时候，它很容易烂掉，可是如果把它转成水上叶的时候，其实它可以长得不错，而且可以保种哈。那这些呢，我准备把它刮一些起来，放在我会弄个水盆哈，把它维持水上叶的程度。那这个时候状况呢，它就可以比较长时间的保种哦，比较长时间的保种哈。就正常来讲，我就可以长时间的维持我这个品种。假设我不想种的话，有一阵子我就可以先把它保种起来哈。所以呢，如果你想大量种植水草的话，哈，那其实用水上叶的模式是比较好的哈，比较好的。那你看这些都停水了哈，整个都停到水面去了哈。那我准备把这一颗抽起来，然后把它做成水上叶的一个小盆子哈。其实你只要用一个盆子，然后里头放黑土哈，像我下面是黑土嘛，对不对哈？或者是放美国细沙，里面加一些肥料给它哈，然后把它种下去，它就会挺起来。像这已经挺成水上叶，这已经转成水上叶了以后呢，它就很容易存活，而且速度很快哈，长得就像杂草一样哈。那你把它重新种回水里面的时候，它会慢慢的转到水下叶去哈，水下叶去哈。那这原本是中柳哈，小柳还是中柳忘掉了哈。那所以你可以看很有趣，跟原本的状况差很多，它叶子变成这样子哈，叶子变成这样子，完全就像一个在水中长杂草的状况。你可以看下面就是有一个有点像是沼泽形态的东西哈，因为很久没清理了嘛，就会变成这样子哈。所以从水下叶转成水上叶的做法，其实也就是这样哈，让它慢慢的挺出水来。其实我们以前在种的时候，如果你想要把它转成水上叶的话，哈，你就用个小盆栽，然后里头水就让它慢慢降，慢慢降，等它降到一定程度，它挺到水上的时候，它就慢慢转成水上叶哈。那所以水上叶的时候，它的速度就会加快哈，而且耐光性、耐热性都会提升哈，跟它在水里头的状况就会完全不一样，非常的有趣哈。好，接下来我准备把它弄出来以后。我要重新整理这一缸水草了，因为到了秋天以后，就是很良好的水草的种植期哈。虽然最近还是有点热了哈，不过呢，最近应该可以慢慢的开始来玩水草，而且最近刚好有空档下来以后，那我就可以继续种我的水草了哈。好，感谢你的收看，如果喜欢频道，请记得订阅跟分享我们哈。我们聊聊吧，下一次见喽，拜拜。